If you could follow this story without breaking a sweat, your Chinese is officially good enough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China. Let's learn Chinese the natural way. Just like a native speaker, let's dive in. 这是一个关于小王子的故事。故事里有一个飞行员。有一天，飞行员的飞机坏了，飞机的发动机轰轰响了几声就不动了。飞机从天上掉下来，掉在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沙漠里。沙漠里全是金色的沙子，没有树，没有花，也没有人。太阳很大，晒得沙子烫烫的。飞行员从飞机里爬出来，看了看四周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只有一点点水喝。他一个人坐在沙漠里，很着急，也很孤单。飞行员想，我的飞机坏了，我要赶快修好它。可是沙漠这么大，我能修好吗？他拿出工具，开始检查飞机。他一边修一边擦汗，他觉得又热又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说：“你好。”飞行员吓了一跳，他回头一看，看见了一个小男孩。这个小男孩有一头金色的头发，像太阳一样亮亮的，闪闪发光。他的眼睛很大，很蓝，像天空的颜色。他穿着一件长长的披风，披风是蓝色的，在风里飘啊飘。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金色的围巾，围巾也在风里飘。小男孩看着飞行员，又说了一遍：“你好。”飞行员很奇怪，沙漠这么大，这么空，怎么会有一个小男孩呢？飞行员问：“你好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小男孩没有回答飞行员的问题。他对飞行员说：“请你帮我画一只羊，好吗？”飞行员觉得更奇怪了，但是他是一个好心的人，他没有问太多。他拿出笔和纸，开始画羊。他画了第一只羊，拿给小男孩看。小男孩看了看，说：“不行不行，这只羊太大了，我的星球很小，放不下它，它会把我星球上的花都吃掉的。”飞行员又画了第二只羊，那只羊很小，看起来乖乖的。小男孩看了看，说：“不行，这只羊太老了，我要一只年轻的羊。年轻的羊可以陪我玩很久。”飞行员又画了第三只羊，那只羊不大不小，看起来很健康。小男孩看了看，说：“不行，这只羊的羊角太长了，它的脚会刺到我的。”飞行员有一点不高兴了。他画了好几只羊，小男孩都不满意。飞行员想了想，画了一个盒子，盒子上有3个小洞。他对小男孩说：“你要的小羊就在这个盒子里面，它很小很乖，不会吃掉你的花。”小男孩开心地笑了，他的笑声很好听，像铃铛一样。他说：“太好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羊，它正在盒子里面睡觉呢。谢谢你。”飞行员问小男孩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男孩说：“我叫小王子。”飞行员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小王子说：“我从一个很小很小的星球来，那个星球离这里很远很远。”飞行员问：“那个星球有多大呢？”小王子说：“比一座房子还要小一点。我的星球上有3座火山，2座是活火山，活火山会发热，有时候还会冒烟。我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它们就不会喷出大火。还有一座是死火山，它已经不会动了，但是我也打扫它。”飞行员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打扫火山呢？”小王子说：“
因为我要对我的星球负责，我要让它保持干净。我还要拔掉一种坏树苗，那种树叫猴面包树。猴面包树的种子很小，但是如果我不拔掉它，它会长得很大很大，它的根会把我的小星球撑破的。所以我每天都要检查，看见猴面包树的小苗就马上拔掉。飞行员说，那你每天要做的事情真多呀。小王子说，是的，但是我不怕辛苦，我还喜欢看日落。在我的星球上，只要把椅子往前搬几步，就能再看一次日落。有一天，我看了43次日落。飞行员问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日落呢？小王子轻轻地说，因为人难过的时候就会喜欢看日落。我有时候会难过，我就把椅子搬过去，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，心里就会安静一些。小王子告诉飞行员，他的星球上还有一朵花，那是一朵很漂亮的花，是一朵玫瑰花。它的花瓣是红色，红的像火焰一样。它的叶子是绿色的，绿的像翡翠一样。它闻起来香香的，很香很香。小王子说，有一天，一颗种子飘到了我的星球上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子，就每天给它浇水。种子发芽了，长出一根小小的苗。我看着它一天天长大，心里很高兴。后来，它长出了花苞，花苞很大，里面好像藏着什么宝贝。我等啊等啊，终于有一天，花苞打开了，开出了一朵很美的玫瑰花。小王子很喜欢这朵玫瑰花，他每天给它浇水，他每天给它挡风，怕风把它吹坏了。他每天陪它说话，唱歌给它听。可是这朵玫瑰花有一点骄傲，它总是说，我很漂亮吧？世界上只有我这一朵玫瑰花哦。他还说，我怕风，你快给我找一个玻璃罩子吧。我怕小虫子，你快帮我把虫子赶走。小王子很听他的话，给他浇水，给他罩上玻璃罩，帮他赶虫子。可是玫瑰花还是不满意，他一会儿说水太凉了，一会儿说风还是吹到了我，一会儿又说玻璃罩子不够干净。小王子很难过，他想，我这么用心照顾他，他为什么不高兴呢？我每天都陪着他，他为什么还要挑我的毛病呢？后来，小王子决定离开他的星球，出去看一看。他想去别的星球旅行，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。他走的那天，玫瑰花哭了，他的眼泪滴在花瓣上，亮晶晶的。小王子说，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玫瑰花说，你走吧，我不怕，我有刺，我可以保护自己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走吧。小王子看着玫瑰花，心里很难过，但是他还是走了。他收拾好他的小行星，把火山打扫干净，把猴面包树苗拔掉，然后抓住一群飞过的大鸟，请大鸟带它飞向天空。大鸟拍着翅膀带着它飞走了。小王子去了第一个星球，那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国王。国王穿着紫色的王袍，坐在一张很高很大的椅子上。国王看见小王子，大声说，啊，来了一个臣民，我是国王，你要听我的命令。小王子说，你好，我可以坐下吗？国王说，我命令你坐下。可是那个星球上只有国王一个人，他没有一个臣民。国王说，我命令你打哈欠。小王子说，我不想打哈欠。国王又说，那我命令你一会儿打哈欠，一会儿不打哈欠。小王子觉得这个国王很奇怪，他问，你命令别人做什么事呢？国王说，我命令他们做所有的事情。小王子说，可这里没有人啊。国王就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小王子就走了。第二个星球上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，
那个人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，他看见小王子就大声喊：啊，来了一个崇拜我的人。小王子问：什么叫崇拜？爱慕虚荣的人说：崇拜就是承认我是这个星球上最漂亮、最聪明、最有钱、穿得最好看的人。小王子说：可是这个星球上只有你一个人啊。爱虚荣的人说：那你也应该崇拜我，请你拍手吧。小王子拍了拍手，爱虚荣的人就举起了帽子，向小王子敬礼。小王子觉得很好玩，但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没意思，就走了。第3个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，那个酒鬼坐在一大堆空瓶子旁边，有的瓶子是满的，有的瓶子是空的。小王子问他：你在干什么？酒鬼说：我在喝酒。小王子问：你为什么喝酒？酒鬼说：因为我很难过。小王子问：你为什么难过？酒鬼说：因为我喝酒。小王子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他觉得大人们真奇怪，就走了。第4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商人，商人很忙很忙，不停地数数。他数着5亿162万2731，5亿162万2732。小王子问：你在数什么？商人说：我在数天上的星星，我把它们都数清楚了，所以它们都是我的。小王子问：你拿这些星星做什么呢？商人说：我把它们写在纸上，存进银行里。小王子说：这有什么用呢？我有一朵玫瑰花，我给它浇水，我对它有用。我有3座火山，我打扫它们，我对它们有用。可是你对星星一点用也没有，你只是数它们而已。商人张着嘴说不出话来，小王子就走了。第5个星球很小很小，上面有一个点灯人。点灯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灯和关灯，因为他的星球转得越来越快，1分钟就是1天，所以每1分钟点灯人就要开1次灯，再关1次灯。他很累，累得喘不过气来，但是他说：我要守规矩，我必须开灯和关灯。小王子觉得点灯人虽然很辛苦，但是他做的事情是有用的。点灯人点亮了灯，就像点亮了一颗星星。小王子想和点灯人做朋友，可是他的星球太小了，住不下2个人，小王子只好走了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地理学家，地理学家坐在桌前，写一本很厚很厚的书。他看见小王子，说：啊，来了一位探险家，请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，我把它写进书里。小王子说：你的星球上有什么？地理学家说：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探险家，我从不出去看，我只记录别人告诉我的。小王子问：那我的玫瑰花怎么样？地理学家说：花我们不记录，因为花命太短了。小王子听了很难过，他想起了自己的玫瑰花，它那么美丽，可是它的生命很短。小王子决定去地球看看，地球很大，一定有很多朋友。第7个星球就是地球，地球很大很大，有110个国王，7000个地理学家，90万个商人，750万个酒鬼，3亿1100万个爱虚荣的人。小王子到了地球，他落在沙漠里，沙漠里没有人，他有点害怕。他看见一条蛇，蛇的身体是金色的，像月光一样。小王子说：你好，这里没有人，我有点孤单。蛇说：这里是大沙漠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但如果你以后想回你的星球，我可以帮你，我的牙齿很厉害，轻轻咬一口，我就能让你回去。小王子说：谢谢你，但是我还是想先找朋友。小王子穿过沙漠，爬上一座高山，山很高很高，
山顶上全是石头。小王子站在山顶上喊：你好！可是只有回声回答他：你好，你好。小王子又喊：请做我的朋友吧。回声也说：做我的朋友吧，做我的朋友吧。小王子想，地球上的大人们真奇怪，只会重复别人的话。他有点失望。后来小王子走了很远的路，走进了一个花园。花园里有很多玫瑰，1朵、2朵、3朵，数也数不清。小王子愣住了，他想起了自己的玫瑰花曾经说过，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朵玫瑰花。可是这里有5000朵和它一模一样的花，每一朵都有红色的花瓣，每一朵都香香的。小王子很难过，他想，原来我的玫瑰花不是唯一的。我以为我很富有，因为我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，其实我只有一朵普普通通的花。他趴在草地上哭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只狐狸出现了。狐狸的毛是橘红色的，耳朵尖尖的，狐狸眼睛很亮。狐狸说：你好。小王子擦了擦眼泪说：你好，你是谁？狐狸说：我是一只狐狸。小王子说：你和我一起玩吧。我很不开心。狐狸说：我不能和你玩，我还没有被你驯养。小王子问：什么叫驯养？狐狸说：驯养就是建立联系。现在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，和成千上万的小男孩一样。我对你来说也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，和成千上万的狐狸一样。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，我们就互相需要了。你对我来说就是世界上唯一的，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。小王子有点明白了，他想起了他的玫瑰花，原来他早就驯养了那朵花。他每天为它浇水，每天为它挡风，每天陪它说话，所以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联系。小王子问狐狸：那我该怎么做才能驯养你呢？狐狸说：你要有耐心，一开始你坐离我远一点的地方，比如说坐在草地上，我用眼睛看你，你也不要说话。每天你坐得离我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还有，你要在同一个时间来，比如说下午4点来，我就从3点开始高兴了。时间越近，我就越高兴。到了4点，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很快。这就是幸福。小王子每天来找狐狸，他坐在草地上，离狐狸远一点。第2天，他坐近了一点。第3天，他又坐近了一点。他们慢慢熟悉了，狐狸不再害怕小王子，小王子也喜欢上了狐狸。有一天，狐狸说：你已经驯养了我。可是小王子要走了，他说：我该走了。狐狸很难过，他的耳朵垂了下来。小王子说：是你让我驯养你的，现在你哭了，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啊。狐狸说：我得到了麦子的颜色，因为你的头发是金色的。以后我看到了金色的麦田，就会想起你，我会喜欢风吹过麦田的声音。狐狸又说：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很重要，你要记住。小王子说：好的，我听着。狐狸说：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，要用心去看。你的玫瑰花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它，你为它浇水，为它挡风，为它赶虫子，为它罩上玻璃，所以它对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世界上有1000万朵玫瑰，但只有那一朵是你用心照顾过的，所以它比所有的玫瑰都重要。小王子点点头说：我明白了，我的玫瑰花是我独一无二的花。狐狸又说：你永远要对驯养过的东西负责，你要对你的玫瑰花负责，你要永远记得它，永远爱它。小王子说：我会记住的，我会永远记得你，
也会永远记得我的玫瑰花。小王子告别了狐狸，继续走。他来到了沙漠，找到了开飞机的叔叔。飞行员正在修飞机，他很渴，水快喝完了，他的嘴唇干干的，脸上全是汗。小王子说：“我陪你一起找水吧。”他们一起在沙漠里走，太阳很晒，沙子很烫，他们走了很久很久，脚都走酸了。小王子说：“你看，天上的星星很美，每颗星星上都可能有一朵花，或者一个朋友。我想到我的玫瑰花，想到狐狸，心里就不觉得累了。”飞行员看着小王子，觉得这个小男孩很特别。后来他们找到了一口井，那是一口老井，井口是石头做的，水很甜很凉，像冰一样。叔叔和小王子一起喝水。飞行员叔叔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水，水里有星星的光，有沙漠的风，还有小王子的笑声。小王子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，我要回我的星球，我的玫瑰花在等我，我离开它太久了，它一定想我了。”飞行员很难过，他说：“我不想你走，我会很想你的。”小王子说：“不要难过，我会在天上看着你，我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，我在那颗星星上笑。以后你晚上看星星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一颗星星在笑，那就是我，你会拥有会笑的星星。”小王子又对飞行员说：“你也要记住狐狸的话，最重要的东西，眼睛看不见，你要用心去看，你要记得我的笑声，记得我的玫瑰花，记得那只狐狸，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了。”飞行员流下了眼泪，小王子抱了抱飞行员，然后轻轻倒在了沙漠上。他倒下去的时候，像一棵树倒下来一样，很轻很轻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飞行员很害怕，但是他知道小王子不是死了，小王子是回到他的星球去了。后来飞行员修好了飞机，他飞回了城市。他每天都会看星星，晚上的天空很蓝，星星很多。飞行员看到了星星，就会想起小王子金色的头发，想起小王子的笑声，想起那朵玫瑰花，想起那只狐狸。他觉得自己的心里变得很温暖，很不一样。他不再害怕孤单，因为每次看到天上的星星，他就好像听到了小王子的笑声，像铃铛一样好听。 Awesome! You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e story. You're one step closer to complete fluency. See you in the next one.